Observation 1. 在逆全球化的影响下，美国近年来经历了一波制造业的回流现象。由于海外生产成本上升和政治压力，一些美国公司开始将制造业务从海外市场撤回国内。例如，家电制造商惠而浦就宣布将部分洗衣机生产线从墨西哥和中国转移回俄亥俄州，这为当地社区带来了工作机会，但也使消费者面临更高的购买成本。普通美国人在享受国内就业增加的同时，也需要适应可能上涨的商品价格。Observation 2. 英国脱欧是逆全球化浪潮中的一个鲜明例子。脱欧后，英国与欧盟的贸易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导致了边境延误和商品短缺。例如，曾有报道指出，英国超市因为供应链问题而出现货架空缺的情况，这迫使英国民众寻求本土产品作为替代品，同时也激发了对本地农业和生产的兴趣。面对逆全球化带来的挑战，英国人正在学会更加注重国内市场和自给自足。Observation 3. 印度近年来推行了多项保护本土产业的政策，这些政策旨在鼓励消费者购买本国制造的商品，同时限制外国产品的进入。例如，印度政府对手机、电子产品和玩具等商品施加更高的进口关税。这些措施虽然有助于本土企业的成长，但对于那些依赖进口产品的普通印度消费者来说，却意味着更高的支出。印度民众需要平衡国内产品支持与个人预算之间的关系。Observation 4. 面对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巴西开始倾向于本土化策略，以提升国内产业竞争力。例如，在巴西，政府对农业进行补贴，以降低本土农产品的成本，增加其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这使得许多巴西人开始转向本地食品，支持当地农民。巴西消费者在享受新鲜、价格合理的本土产品的同时，也可能要面对国际品牌商品价格上涨的现实。Observation 5. 逆全球化的浪潮席卷之际，美国某著名跨国汽车公司宣布将其海外工厂的部分生产线迁回密歇根州。这项决策虽然让部分工人重返工作岗位，暖了工业城市的心，但也让消费者在汽车购买时感受到了价格的上涨。生活在底特律的杰克，在赞扬公司支持美国制造业的同时，也在考虑购买下一辆车时是否需要更加精打细算。Observation 6. 逆全球化的波澜在法国时尚界掀起了不小的波澜。随着国际市场的不稳定和生产成本上升，一些法国奢侈品牌开始缩减在海外的生产线，将工厂迁回本土。在巴黎，手工艺人马克因此获得了更多的工作机会，但同时，由于成本上升，奢侈品价格也水涨船高。消费者如时尚博主爱丽丝，面对心爱的品牌价格上涨，开始转而探索性价比更高的本土设计师品牌。Observation 7. 在逆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意大利的小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国际市场萎缩导致出口受阻，一家小型橄榄油制造商的经营陷入困境。老板乔瓦尼开始寻求新的本土市场，创新产品线，比如推出有机和本地特色的橄榄油。虽然转型并不容易，但乔瓦尼的坚持和创新最终为他赢得了当地消费者的认可。Observation 8. 面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和逆全球化趋势，俄罗斯开始加大对国内科技产业的投资，以减少对外国技术的依赖。在莫斯科，程序员安娜因此找到了在一家新兴科技公司的工作。虽然工作稳定，但面对国际品牌的软件和硬件无法进入俄罗斯市场，安娜和她的同事们不得不寻找本土化的替代品，同时也在努力提升自主研发的能力。Observation 9. 随着逆全球化的发展，加拿大的旅游业开始专注于吸引国内游客。国际旅行受限，使得多伦多的旅行社老板艾米丽转变经营策略，开始推广加拿大的自然风光和文化遗产。他开发了一系列本土旅游路线，
吸引了那些原本喜欢出国旅行的加拿大人探索国内的美丽。这不仅帮助了当地旅游业的复苏，也让加拿大人重新发现了国家的独特魅力。View 随着全球化的脚步似乎在某些地方悄然后退，逆全球化这个曾令人感到陌生的词汇，现如今却时常出现在新闻报道与经济评论中。这不仅仅是一个学术术语，它关乎每个人的生计、就业，甚至是日常消费。逆全球化，或许你会问，这并不是我们熟悉的那个全球化。全球化让世界变成了一个地球村，那逆全球化是否意味着我们要重新回到封闭的小社会？不完全是。逆全球化是指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出现倒退或减缓，贸易壁垒的重建，保护主义的抬头，跨国投资的减少，这些都是逆全球化的体现。如果说全球化是世界各国争相在海边放风筝，那么逆全球化就好比是风突然停止，每个人都开始小心翼翼地收线，想要保护自己手中的那份稳定。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并非没有前例，例如美国在20世纪初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本国工业的关税政策，目的是促进本国产业的发展，保护本国市场。类似的政策也在其他国家出现过，如英国的脱欧就是近年来逆全球化的一个显著案例。造成逆全球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但不限于经济衰退、政治冲突、资源竞争等，而它的影响也是深远的，从更高的商品价格到更少的就业机会，再到更加复杂的国际关系，这一切都在提醒我们，全球化的盛宴可能正在放慢节奏，这是逆全球化给我们的一个暗示。它让我们意识到，与其在全球化的大潮中漂泊不定，不如学会在变化莫测的潮流中找到自己的立足点。就像你在倒退的电梯里，需要找到平衡，以免跌倒。逆全球化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全球视野，而是需要在全球与本土之间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它要求我们更加注重本地产业的培育和创新，同时也不放弃通过国际合作获得的机遇。对于普通人而言，这意味着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消费习惯、职业规划，甚至是生活方式。比如，当进口商品因为关税而变得昂贵时，我们或许可以转向本地产品，支持本地农民和工匠。当外国投资减少，影响就业机会时，我们可能需要提升自己的技能，或是创业，寻求新的职业路径。当国际旅行受限时，我们可以探索本国的美丽景点，发现国内旅游的魅力。逆全球化也许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挑战，但同样也带来了机遇。它鼓励我们发展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减少对遥远供应链的依赖，并鼓励我们支持周围的社区经济。这不仅是对抗逆全球化的策略，更是一种对未来的投资。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逆全球化的趋势并非孤立无援。在上个世纪，曾经有一个时期，许多国家，例如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采用高额关税和严格的移民政策来保护本国经济。这些政策的背后，是对大萧条时期经济恢复的追求和对外来竞争的担忧。然而，这些政策也导致了国际贸易的缩减和全球经济发展的阻碍。在这个逆全球化的时代，我们作为个体需要对未来保持警醒。我们需要更加关注本地和国家政策的变化，并理解它们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同时，我们也需要开发自己的多元技能，以便更好地适应可能出现的任何经济环境。总之，逆全球化并非世界末日，而是一次调整步伐的机会。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通过智慧和勇气，我们可以在这个波动的世界中站稳脚跟，甚至找到新的成长之路。Analyze 逆全球化 deglobalization 作为一种经济趋势，对社会发展和普通人的生活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其利处主要体现在促进本地产业发展和保护本土就业市场方面。逆全球化鼓励各国政府和企业重视国内生产，有助于减少对国际供应链的依赖，提高国家自主性，
此外，通过减少外来竞争，逆全球化还可以在短期内保护受全球化冲击的低技能工作岗位，从而维护某些社会群体的利益。然而，逆全球化的弊端也不容忽视。首先，它可能导致国际贸易减少，全球经济合作的机会缩小，进而降低经济效率和生产力。在商品和服务价格上升的同时，消费者的选择也会受限。其次，逆全球化有可能加剧国家间的摩擦和贸易战，影响国际关系的稳定。长远来看，保护主义可能会阻碍技术创新和全球经济的发展。对普通人而言，逆全球化可能意味着更高的生活成本和更少的商品选择。同时，虽然某些本地就业机会得到保护，但也可能失去通过全球化获得的一些更高薪酬的工作机会。此外，普通人在职业规划上需要更加注重提升个人能力和适应性，以便能在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中保持竞争力。总的来说，逆全球化要求每个人都需要对未来保持警醒，积极适应，以便在新的经济环境中寻找到属于自己的机遇和出路。